謝薇，你怎能做出如此傷天害理、草菅人命之事？娘娘不是天，又怎知我是傷天害理，而不是替天行道？至于娘娘能活到今日，已經是謝某最大的仁慈了。當年謝某病中糊塗，曾經對娘娘吐露過一些大逆不道之言，幸而娘娘當時記性不好，又心無成算，回京之後幾番試探，娘娘已全然不記得了，這才饒娘娘多活了幾年。不然謝某封少師那一日，娘娘就已身首異處了。謝薇入京後沒殺我，是因為我不記得且不聰明。可我今日的表現被他看在眼裡，萬一他察覺有異，豈不是會立刻除了我？姑娘，您怎么了？啊，我問你們，今日那位謝大人常來家中嗎？我怎麼沒印象啊？謝大人與老爺同在朝中，平素就有來往，又因着當年與姑娘結伴上京的緣故，更是頗為交好。不過確實有好些年沒來府中走動過了。謝大人出身金陵謝家，在京中素有溫和之名，姑娘就算冒犯了一二，也不必太過擔心。溫和？今日之事，依你所見，這寧兒性情如何？江二姑娘倒是聰慧，竟用本失色诓人，三言兩語巧智刁奴，與傳聞中跋扈魯莽的印象大為不同啊！連你都察覺出來，燕陵卻沒有察覺，不覺得蹊蹺嗎？您今日去江府為的是燕世子。燕陵重情，傷他者，定是他珍重之人。這寧兒城府極深，又善隱藏，不得不防。城府，我倒勉強瞧得出，可不過是個閨閣丫頭。先生，你是不是有限？4年前，她與我一同上京，我竟未曾發現她還有如此一面，連我都瞞得過去。看來這人並非是等閒之輩。而且，當年上京路上曾遇大雪。恐怕他已經知道我離魂證之事，而且我病中一語，也可能被他察覺。竟有此事？那若是被有心人知曉，定會按圖索驥查出您的身份。原本以為她只是個刁蠻無知的小姑娘，現在看來，胭脂不是裝瘋賣傻。派人盯着江府，若這寧兒有所異動，立刻上報。是。哎，先生，那燕世子那邊可要提醒一二。我和燕家的關係還不能顯露人前，關於寧兒的事，不要告訴燕陵。是。上一次只一心撲在後位上，沒怎麼留意其他的事。實在是忽略太多細節了，到現在都不知謝薇底細，也不知她與燕陵究竟是何關係。眼下處境該怎麼辦？繼續硬着頭皮裝傻？問題是，謝薇會不會信？要不投靠謝薇？可我又有什麼本事和籌碼能讓她看中呢？還是說一不做二不休？乾脆和謝薇對着幹。娘娘有話要說。你們想將我關到什麼時候？這寧安宮本就是皇後之所，娘娘苦心經營多年，爭來鬥去，連真心都可以拋棄利用，不就是為了穩坐皇後之位，安居此處嗎？如今一切如你所願，
還有什麼不滿？軟禁皇後是大罪，聖上病中命本宮監國，你們怎敢如此？監國？娘娘以為僅憑一方玉玺一道旨意，就可以令天下歸心？當年娘娘初入宫時，也做過公主伴读，謝某也當過你的授課先生。看來當年的策论之課都是白繳了。你與燕翎究竟是何關係？能一同起兵謀反，你們之間絕非泛泛。娘娘只需知道，種何因，得何果。薛氏一族不无辜，而你也不无辜。还是算了。不过其實，若他能成為我的裙下之臣，不，萬不能有這般可怕的想法。無論如何，這一次，我必須強振先機，趨吉避凶。世子，你先下去吧。父亲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此乃你观礼的仪程，且看看吧。哎，这个不急，还有2個多月呢。我有一件別的事情想跟父親說。可是為了江家那丫頭？您都知道了。我兒心思整日用在何處，當爹的豈能不知？你且放心，觀禮一過，我便去江家為你提親。此話當真？父親您可不能反悔啊！兒子心中只有您一人，非他不娶，此生不渝。好，知情知性，方才是我燕家兒郎。只不過，你可有問過人家江家二姑娘的意思？千萬別是你自己一廂情願，到頭來空歡喜一場。我早就想好了，等時機一到，我自會向她表明心意。父親還是早點準備好厚禮，可不許虧待我們寧寧啊。二姑娘近日一番清查，揪出了不少手腳不乾淨的。她那個院子早就該收拾了，烏煙瘴氣，亂七八糟，主人沒主人樣，下人沒下人樣，真是的。哎，不過她倒是有幾分腦子，她沒在老爺面前撺掇，說我長家不嚴，管事不力吧？那倒沒聽說。其實二姑娘總會長大的。您不妨平心靜氣，與他好好說說，或許能解開心結。這些年該說的話都說盡了，還不是走到這吵吵鬧鬧的田地，還能有什麼改變？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我只要看到他，不管是他說的話，還是眼神、語氣、態度，都讓我不自覺地想起婉娘那個賤人，我心裡堵得慌。哎呀，你說這舒痕膏有什麼用啊？都抹了4年了，怎麼一點效果都沒有啊？夫人，大夫說了，藥還得塗，急不得。夫人，哎呀，老爺來了，你退下吧。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我今天可太開心了。哦，什麼事情讓老爺如此開心呢？哎呀，這居安吶，雖然是年輕有為，可這棋藝還是不夠老辣，讓我尋到了破綻，贏了他半子啊！瞧你樂的，這個謝薇也就不過是太子少師，何故老爺如此看重他，跟他相交如甚呢？你這就叫婦人之見啊！當今聖上無子，為太子少師一職，更多是聖上之謀士，為聖上籌謀。居安現在還年輕，就已深得帝心，何愁將來啊？原來如此，老爺英明。哦，對了，居安還告訴我說，
這太后要为長公主择選伴讀，京中官家有適齡女兒的，皆要挑一個品性好的報上去，再由宮中來酌選。樂陽長公主是聖上與太后最寵愛的，若是能夠做她的伴讀，那各家家門可是添光不少啊。倘若咱們慧姐兒能夠得此名頭，那對她以後的婚姻大事，那可是實實在在大有益處的。想必將來出嫁也是風光無限的。難怪這寧丫頭說你偏心吶。就她那個性格，你也敢送她進宮呀？這寧丫頭，她如此不服管教，萬一給你在宮中惹出什麼禍事，還是會連累咱們江家的。哎呀，夫人說的也是啊。其實要論品行才學，辦事老練，當然還是慧丫頭比較合適。那當然。不過這寧丫頭的脾氣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若讓她知道咱倆背着她就這麼決斷了，她鬧起來是不肯罷休的。那怎麼由得她？這父母做主，哪能事事都順着她？好，好，好，夫人，你且給我點時間，讓我再思考思考。哎呀，尋個好的時機，尋個好的理由，慢慢的告訴他。江雪宁，你真是个骗子！哪个不长眼睛的？燕世子，你怎么又上那儿去了？当心被我家老爷看到了！哎呦，燕世子，你快下来，当心被老爷看到了！姑娘，宁宁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姑娘，燕世子不走正门就罢了，还拿小世子丢奴婢，您可得给奴婢做主啊！笨丫头，你们家姑娘肯定是偏心于我的，是不是啊，宁宁？想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有事跟你说，后天就是重阳了，今天有燈會，我想帶你去看。重陽燈會？不就是當初我遇到沈芷意的那次？当初就是在重陽燈會上，務使長公主沈芷意對我暗生情愫。後來入宮伴讀時，她發現我女扮男裝，惱羞成怒，對我百般刁難。這回可不能再撞上了。你去是不去啊？這回我就不去了吧。下一回你想去什麼燈會，便來尋我，我再同你一道去。你這話說的奇怪，這回與下回有什麼分別？只不過是每一回的燈不一樣罷了。還是你重陽那日有別的約了，去不了？我這幾日身上不爽利，想在家裡歇2日。你臉色瞧上去確實不太好。那好，這幾日你好好在家裡面休息，我呢去打聽打聽下回燈會是什麼時候，回頭給你補上。嘿，你這臭小子啊，又爬牆頭進來的吧？被我逮住了吧？你不要心理了，你堂堂一侯府世子，天天來爬人家牆頭，你說是成何體統吧？啊！江大人，這牆修來不是給人爬的嗎？我告訴你啊，喬侯爺，我們江府可不止寧兒一個女眷吶。可是我每次來，都只看寧寧一個呀。你，你簡直是在狡辯！我告訴你，以後不要再爬牆頭，這成何體統嘛？啊，好，你快走。師伯，我就說2句話啊。寧寧，說什麼？寧寧，走，你不走是吧？你冷靜點，走，你別跟我動手啊！不走，打人！習武的，走！師伯，還躲？我
哎，伯父，父亲小心，没事吧？今天出师不利，改天再来看你了。臭小子，不是再来爬墙头，就算是要来，你也给我们走着门。记住了。臭小子，算你跑得快！哎呦，起来吧！我的老友，哎呦，哎呦啊！你说是，你呀，这都叫什么事儿？父亲，您再不入宫，怕是要迟了。哦，对啊。好了，你也赶快回房。上一次入宫伴读，不仅被沈芷怡他们刁难，执教先生之中还有謝薇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能再遇上他了。这弹劾奏折上说，兴武卫署全城搜捕平南王逆党，未得批捕公文，有违刑律，滥用私刑，更是于法不合。陈莹，你刑部是觉得朕用人不当吗？圣上息怒，此事乃刑部之中一小小文官擅自上奏，臣实在阻拦不及，绝非臣之本意。荒唐！难道你做不了刑部的主？既如此，那这刑部侍郎的位置你也不用做了。圣上息怒。圣上，依老臣所见，平南王逆党乃是国之大患，往年也都是由新武卫进行稽查。况且新武卫所办案件多为险要，总不能次次都等到核准之后才能行动。此次举报之人张遮乃是一员小吏，如不严惩的话，那么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推翻旧法，忤逆上意吗？咽喉可有话说？圣上，正因朝中历来广开言路，才有我朝如今的长久清正。若因此罢免了张遮，怕是会寒了百官之心。谢少师认為此事當如何？聖上，臣以為這張遮冒犯聖上，應當罰俸停職。然新武衛追查逆黨案件多年，卻始終未見成效，且京中近日又混入了不少逆黨，不如將此案交給刑部負責。倘若刑部追捕有策，再令此人官復原職，以此堵住悠悠眾口，亦可平衡新武衛之勢。若是刑部辦案不力，錯失了抓捕逆黨的機會，那該怎麼辦？若真是這樣，那滿朝上下便不會再有人阻止新武衛辦差，上下一心，這逆黨便如無根之木，遲早會被覆滅。屆時再將這張遮貶黜出京，永不錄用便是。謝少師所言極是，便按謝少師說的辦。陳營，你可聽清楚了，若是再出任何紕漏，朕第一個拿你試問。謝聖上。那一子我用的實在是僥倖啊！謝大人。江大人，今日多謝少師出言相助，在下在曾霄樓備了些薄酒，還請大人一定要。陳大人掌管刑部多年，即便沒有謝某，想來也能安度此關，宴請就不必了。還望陳大人早日捉拿逆黨，肅清京城。嗨啊！国公，這謝薇三言兩語，看似公正，卻奪了新武衛的實權。您說，他會不會是燕家那邊的人？是又怎麼樣？不是又怎麼樣呢？在這天子腳下，任誰也翻不出風浪來。哎，國公說的是。
居安深谙圣意，又不结交朋党，果有君子之风啊！当年平南王叛国，挥兵直入京城，杀戮过甚。即便过去这么多年，此事仍是圣上的心腹大患。是啊，幸好有薛燕两家联手平叛，才有了今日的太平之势啊！江大人，前几日新武卫闖入燕家军役武官府上，声称是抓到了一名逆党，眼下正在审问，只怕这京中又要掀起血雨腥风了。唉，观今日这燕薛二世涇渭相分，江大人也该早做打算，只怕来日事起，谁都难以独善其身。居安此言何意啊？此事本不该由我提，但府上二小姐和燕家交往甚密，众口鑠金，人言可畏。倘若无心风浪，又何必搅入其中呢？居安说的是啊，请。听说今天燕世子又爬墙找你了，成什么样子？你们姐俩都大了，你能不能长点心，为你姐姐着想一下，行吗？母亲若是为此事喊我来，那就不用说了。我不想管束燕陵，也没资格管束她。母亲不必担忧，有燕世子在，妹妹将来的婚事必定体面，说不定我也要跟着沾沾光呢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说府中这么安静，原来你们都聚到这儿来了啊！来，坐。这是怎么了啊？又吵起来了？我可没那闲工夫，有吗？今日定国公薛府还有清远伯府尤家同时送来了重阳节赏菊的帖子，两家的日子刚好给撞上了。我想带着两个丫头去薛府赴宴，不知道老爷意下如何？清远伯府。娘娘，您穿上方莹的宫女服，自定华门向西，我已备下人手，定能送您出宫。方莹在此拖住他们。别白费力气了。谢微阴狠至极，燕陵更是对我恨之入骨。我躲得了一时，难道躲得了一世吗？若非得您救入宫中，我至今还是伯府庶女，命不由己。您待我有意，我岂能看您死在这宁安宫中？是啊，方莹就是这尤家的庶女。薛府如今是门庭若市，在朝中也是鲜花着锦。我在想，咱们江家有必要凑这个热闹？哎呀，老爷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薛府的赏菊宴，历年来都是京中高门婚事相看之所。眼看慧姐儿就要过18了，若再不动作，只怕要晚了。也罢，咱们江家是从来都不结党营私的啊，只是近几年跟着燕家走的是有点近，难免落人口实。既然如此，那两位丫头你们就分别赴宴吧。父亲，女儿想去尤家。这长辈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母亲去薛家是为了相看夫婿，若我这声名狼藉之人在，难保不会影响到旁的人。届时要被母亲责骂，我倒不如不去。哎呀，好了，宁儿，只是现在他们两家的赏菊之日撞期了，估计到了那日，尤家必定是门可罗雀。宁丫头，你平日喜欢热闹，到时候不会……毕竟两家都下了请帖，又没说只能择其一。女儿就带江家前去尤府，就当表表心意了。哎呀，这个太好了啊！夫人，你看这妮儿真的是长大了，越来越懂事了，知道体恤父母的难处了啊！哈哈，是吧，夫人？可是新来的很多人啊，你看这人就是这个颜色，可真艳啊！你看，还有这个颜色。
怎么就来了这么點人啊？咱們家好歹是伯府，祖上也是受過熏的，一個個只瞧見薛家現在的富貴，狗眼看人低。江府二姑娘到。她怎麼來了？是啊，她就是江府養在鄉下那個野丫頭。我聽說性子不好，不過瞧這模樣倒還不錯。你說我與她誰好看些？自然是姑娘你，天生麗質。姑娘，尤二姑娘在那兒呢，咱們可要去見禮。不急，我先尋個人。她是故意的吧？一個鄉下來的粗野丫頭，我給她幾分薄面，她竟敢無視我。小姐不值得與她一般計較。對了，遊芳營那個監染官好了嗎？平時也就算了，今日這種場合，可別放她出來丟人現眼。小姐放心，已經關在房裡了。剛才讓媽媽們又教訓了她一頓，好像受了傷。她跟她那個娘一樣，見人見面，死不足惜。三姑娘，吃東西了。哎，不要跑，不许走，不许走！我去见见姨娘，她马上就下葬了。就是个姨娘而已，庄子上自會處置。今日府裡辦宴席，你不許出去添麻煩。哎呦，快來人吶！三姑娘跑了，快來人吶！快解開。哦，好。殿下，快！再不出發，薛府的宴席就要散了。散了就散了唄，宁又不去，也省得見了薛爺那廝來氣。世子，殿下，世子，我瞧見二姑娘去清遠伯府了。什麼？你看清楚了？千真萬確，屬下按照世子的吩咐去江府給二姑娘送藥，剛好碰見二姑娘出門，屬下跟了一路，眼瞅着人進了清遠伯府。我邀他9月9去看燈會，他說不去；人邀他重陽節賞菊，他巴巴的就去了。清遠伯府什麼破落戶，他成心要氣我是吧？哎，許是跟別人約好了，要我看啊，我們還是快些出發，再不去啊，真來不及了。哎，殿下，那邊你自己去吧，我倒偏要去尤府看看，他還能編出什麼鬼話來敷衍我。撤！你家世子這脾氣啊，既如此，我也去清遠伯府瞧瞧。走。別跑，這蹄子！我讓你跑，讓你跑！誰的種都不行！我養你這麼多年啊，我讓你跑，跑挺快。二娘讓我去見見姨娘最後一面，來不及了。嚷什麼嚷啊！二小姐要是知道你亂跑，咱們誰都別想好過。讓她歇歇不行吧？你们快看，是燕世子，他朝我們這邊看過來了。他好像是在找人，那肯定是來找我們尤家姑娘的呀。你們可別胡說，我們府裡沒法添新燕世子，興許他只是路過吧。呀，林宗王殿下也來了。尤姐姐，你的面子也太大了些呢。燕蓮，走那麼快幹什麼？也不等我。來都來了，趕緊幫我找找。見過殿下，見過。行了，你就免了。我問你，江雪您在哪兒？讓你長點教訓。小賤蹄子！住手！燕世子竟是為了江雪凝而來，這二人不會是……別瞎說，燕世子怎麼會看得上他呀？對，看這個樣子也不太像。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有人落水了！怎麼會如此？誰呀？走，過去看看。小
今日我淹死你！我让开！方爷，方爷，你是何人？凭什么管我们府里的闲事儿？方爷，方爷，方爷！都快闹出人命了，还叫闲事？关你什么事？快，过去看看。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我没事。慢着！江二姑娘又有什么事？到别人家里来做客，却满园子乱转的，真是头一遭见。到底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这婆子惩治姑娘，奴才欺负主子的盛景，我的确是第一次瞧见。你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不过是几个下人胡闹，失手出了岔子罢了。这姑娘分明是你府上庶出的小姐，几时成了下人？那也轮不着你来管。我家之事，我家自会处置。人是我要救的，那自然便是我要护着的。有月，倘若再让我看到你善用私刑，歹毒欺負庶妹，休怪我让你瞧瞧什么叫更过分的。这江雪明真是刁蛮惯了，竟然连人家的家事也要管。不过看这女子的装束，应该是尤家的庶女吧？唉，没想到尤家的家风竟是如此。再闹下去，大家都不好看。先劝江姑娘把衣裙换了。行了，一个姑娘家落水，一群人围着看，像什么话？都散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有什么事先把干衣换上再说。他都没想过。姑娘，姑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都怪奴婢一时走神跟丢了您。姑娘等一下，我这就去马车上拿备用的衣裙。既如此，那便借三姑娘的闺房一用。你怎么？二姑娘难道想看我在这儿换衣裙？嘉儿姑娘随意。男子不便进宅，我在前院等你。走。江兄真乃豪杰啊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宁宁来这尤府，只怕就是为了这个尤三姑娘。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怎么，一介女流的醋你也要吃啊？走人多人多，给面子。多谢贵人救命之恩。起来，起来！以后别随便上人磕头。坐下。来，多谢。我刚才好像听你说，你要去送姨娘。其實早就來不及了，我只是還想最後再見她一面，喊她一聲娘。曾知你淒苦，卻不知竟淒苦至此。你到底是尤家的三小姐，那些下人怎麼敢那樣對你啊？他們冤枉我娘偷人，還說我是野種。我們明明已經很謹小慎微的活着了，難道我沒活着都是錯嗎？你們沒有錯，我看得出來你是不想死的人。如今都算是去閻王殿走過一遭了，往後還有什麼好怕的？再難也要撐下去，至少活出個人樣來，才不枉來這世上一回。我不能。
能要姑娘的钱。绝境之中，就别再学清高逞强那一套。这些钱你拿着，为你娘好好修个墓，也多善待善待你自己。姑娘，一选曲来了，方便开门吗？姑娘为何待方英如此好？我也曾被当作庶女，送到庄子上10几年，受人白眼，缺衣少食的滋味我知道。而且，很久以前，我们见过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以后好生过活吧。哎，快禀报夫人，长公主殿下到了，快！哎，林子王殿下呢？喝酒赏花去了呗。好雅兴，檀儿，咱们也去赏花。啊？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？什么？你自己跟我说身体不适，要在家里休养2日，然后呢，跑到人家府上来赏花，成心气我呢是吧？我也是在你走之后才知道有府邀约，临时起意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也来了吗？江雪宁，我错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个尤三姑娘如何了？你们2个相识？有过一面之缘，她暂时没事了。不过你方才也太大胆了些，那么多人看着，你就托批封给我，回头不知道他们要传出怎样的流言蜚語。那就让他们去傳唄。從前啊，我是還有幾年才到觀裡，怕中間出什麼變故，害你被流言所累。現在我還有2個月就要到觀裡了，我巴不得讓全天下都知道。觀裡，今日你既然出來了，就不着急回去。待下午女兵那邊散了，你就去層霄樓那邊等我，我晚些來尋你，帶你去看燈會。燕玲，其實我……江二姑娘，世子，園中女眷那邊有貴可到，夫人正尋您過去呢。行了，你快過去吧，殿下那邊也在等我吃酒呢。下午層霄樓，別忘了。哎，可是我……月儿，入宫伴读之事就看今日了。月儿明白。乐阳长公主到。参见长公主。他怎么也来了？这下惨了，没想到千躲万躲，还是逃不过。姑娘。躲起来吧，又不是在宫里，何必如此？这长发现下来什么事呀？不知道啊。脸上我与殿下偶然听闻，尤小姐也起了赏菊宴，特来瞧瞧。诸位还请照常玩樂便是。若因我2人掃了大家雅興，倒叫殿下累心了。适才他們正吵着要作畫比試呢，公主跟薛姑娘來得正巧，不妨也與他們賽上一賽。阿叔善畫，他若下場，還有旁人什麼事兒？行了，你們畫便是了。既如此，諸位姑娘就以這菊為題，作畫獻與殿下吧。如今尤大姑娘已遠嫁，尤夫人又開始替2姑娘籌謀了。這尤月旁的本事沒有，作畫卻是不錯。故意提起畫賽，怕是為了讓她在公主面前露臉呢。姑娘，咱們現在該怎麼辦？坐那兒，一會兒趁機溜走便是。啊什麼啊？真當我無所不能啊？打不過自然是走為上計，難不成留下來丟人？公主，請。
你就是江雪凝吗？抬起头来。我今日便是为你来的。难怪燕林那般傲气，却为你死心塌地。这样的好看，连我见了都要心动，实在让人羡慕。看来江二姑娘与燕世子之事，不止我们知晓，甚至都闹到公主殿下面前去了，倒比画本子还精彩些呢。月儿，是我失言了。江姑娘是千金小姐，自是注重闺名的，岂能如此作弊？公主，请。来，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来，先坐，坐，来坐。叶林，大庭广众、偷偷摸摸的，哪像是君子所为啊？你说你那个宝贝妹妹也是，不是与太后去薛府赴宴了吗？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？这话江姑娘也想问你吧？你看那个薛叔，一看就是蔫儿坏，可别把我们宁宁给吓着。不行，我还是得过去一趟。你可算了，你还嫌今日闹得不够出格啊？女人家吟诗作画的，你就别过去了。哎呀，这里有你和我，没人会对你的宁宁做什么的。走，喝酒。来。为什么不懂？是不会作画吗？一个乡下丫头能会什么？沈芷怡一贯喜怒无常，这一次切莫再得罪她了。我叫你画便画，你连我的话也不听吗？用一段黑夜，一瞬烟火，借一半清醒梦给我。早知命運無對錯，情深無因果，卻不知哪一天雪落。你來過，用幾分捨得來交換另一半值得，以為放手是回憶最好的選擇。借我一縷風去追逐解不開的夢，卻飄散在雪落時刻。啊